嗨，各位，这次要来分享的角色是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人在问的血鬼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认为我还是要先声明一下，顺便打个预防针啊。虽然说我的血鬼是1000杯的，但我自己是觉得我的血鬼并不强，程度大概是只有下弦的那一种，而且还是眼睛被划掉过的下弦。所以如果你平常遇到我玩足球是用血鬼的话呢，请你不要对我抱任何的期望，好吗？我上一次做血鬼的内容好像是1年前的事情了吧？还记得那时候还是做那种6级上500杯的影片，真的还蛮怀念以前那一种只要是没满级上500杯的就能拿来吹捧的日子。然后先来说结论我觉得血鬼要拿来打3打3呢，一定要跟会玩的队友一起玩才有搞头，不然如果你都是跟路人玩的话，你一定每一场都是在雷队友。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血鬼他的打法太多样化了啊！如果你今天队友跟你又不熟的话呢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脑袋在装什么，就会变成好像是一种队友永远不知道你到底在打什么个鬼的状况。血鬼在荒野乱斗里面是一只最吃队友的角色，如果你今天是想着自己要能够活着去把对手杀掉的话呢，你的队友通常一定要先帮你射到1枪或是2枪你才能上，而且血鬼的路通常永远都会是崩的。在3打3这么小的地图，队友在一开场的情况就要扛起你崩掉的那一路，这一点不是每一个队友都能办到的。不过就算今天是跟认识的一起玩好了，我觉得血鬼在大部分的情况还是来雷的比较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血鬼的操作呢，大部分都来自于敌人的失误。相信各位一定多少都有看过一些血鬼的精华影片，不管是谁的啦，那些操作在大部分的情况能秀出来，都是因为对手的失误导致能这么做的，或是说他已经重复试了好多场才有那么一场的画面。没有错，血鬼他就是这样的一只角色，他吃对手的组合，也很吃跟队友的配合，更吃自己的手感。如果今天血鬼真的是能够在足球秀到飞起的话，我相信在世界赛上也不会没队伍敢出。在足球模式中玩血鬼最基本的连踢是一定要会的，在大部分情况下呢，你只会往前连踢，往左或是往右，甚至往后的情况呢会比较少。连踢非常的简单，就只要把球踢出去的瞬间，再往同一个方向滑过去就好了。我自己是往前连踢没有什么问题，往左往右的话，会因为比较少尝试的关系，有时候还是会落赛。那往后的话呢，因为效益基本上是低到夸张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人在往后踢的。我自己以前玩血鬼的打法会比较倾向于去进球啦，那杀人的情况反而会比较少。最简单去偷球去进的方式是，当敌人今天他不是分3线的情况，可能是2-1分，或是说他们就算今天是3个人分3线好，但是有一个人站位站得比较差的话呢，你就能利用蝮蛇突袭这个能力之间的效果，滑过去中间捡球，然后再瞬间往前连踢，一共过去对方的家里，然后进球。那比较进阶一点的 combo 就是先利用蝮蛇突袭滑过去抢中间的球，再连踢接大招的强力射门去进球。按法就是右手攻击键往前滑，然后往前踢球，再往前滑，再按大招往前射，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 combo。这招通常是会用在对方或是我这边进1颗球之后的重置，然后对方球门前是爆开的情况，你可以用这一招。再来还有一种方式是利用大招的强力踢球踢出去之后，再接能力之星的位移去达成一个长距离的连踢。这招在以前蝮蛇突袭距离还是200%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达成，然后现在被砍短了，所以手速要非常非常的快，而且要滑很准才能够成功。那我自己的这招呢，成功率超级低的，我记得我在直播的时候只有成功过2次吧。手速快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啦，但是就是很容易滑得不够准，导致接不到球。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一招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，你可以用大招呢先踢到墙壁或是障碍物，利用反弹拉长球移动的时间，这样子就能够接到球。然后这一招其实很实用，不过我自己是比较常利用连踢接大招射门的 combo， 先用大招射门再滑过去接的 combo 很少用。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成为上弦鬼的话呢，这2招都是一定要非常熟练的，而且除了熟练之外呢，你还要能够抓对时机用。我前面有提到说我以前是比较喜欢偷球去射门，不过我现在的打法呢会比较倾向于先杀人。结果这一只角色要杀掉一个对手真的是一门学问，他普攻单伤只有1260滴，3下刷出去的伤害只有3780滴左右，只能秒杀掉弹射那种血量以下的对手，很常出现那种过去的就跟瑞凡一样回不来了。然后在足球这种模式中呢，单纯的1换1对自己的队伍效益其实没有到很大，所以这时候就很依赖血鬼的大招血鬼术啾啾啾。血鬼的大招普攻要打5下才可以打出来，大招的话只要贯穿到4个人就可以再放1次。所以一个好的血鬼呢，必须要想办法先让自己有大招。那如果你今天的队友一直没有办法帮你消耗掉对手的血量的话呢，那你就要靠自己了。你要看对方的哪一只角色是那一种
有了大招之后，对进球的威胁性是比较低的，就挑他去刷。最理想的情况呢是互换掉，或是你换不过之后，你的队友还能及时补刀帮你收掉。那最差的情况就是你除了换输之外呢，你只有刷到对方2下，或甚至是没有刷到，这种就最惨。再来就是你要这么做的前提呢，请你一定要先确认你的队友不会被对手越位进球，就是要保证说你的队友能够守得住这一颗球啦。像踢球有很多情况是你往前冲得很爽，但是你的队友根本守不住，或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自己要补位去守球，这种情况很多，很常出现那一种，你今天跟路人玩，那你们这边被进了一颗球，队友就开始在下一盘开始的时候拿普通攻击打你，所以在这方面沟通跟默契就要很重要。当你的血鬼有了3下充能或是有大招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搞事情了。血鬼通常要杀人呢，一定会开到自己的大招，那开完大招杀掉之后，大招要重腿，那整个效益就会很差，所以要尽量让自己的大招能够串到越多对手是越好的。那大招请不要用自动攻击哦，尽量用瞄准的去瞄，能够刷到2个就很不错了，能够一次刷到3个则是最赚的。配合上大招的 combo， 通常会是攻击滑出去之后呢，接大招再接普攻，或是说你能够先用大招串人之后呢，再滑出去再接普攻或是大招，这样重复。通常这样子的话，就能让自己的血鬼一直保持在有大招的情况，对手也会看到你有大招，又打得比较保守。这2个 combo 最大的差异是，先大招的话呢，会比较容易囤到下一次的大招，但是因为你会先开大的关系，你后续再贴点敌人的那个吸血效果，你就会吃不到，很容易直接蒸发掉。那先普攻后大招的话，就是大招变得没有这么好囤，但是你能够在滑过去贴敌人脸的同时，利用大招吸血吸回来，比较不容易死。这2种方式在不同的情况都会用到。这2点就是血鬼在踢球上面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，光是进球跟大招这些就能讲很长串。反正血鬼这一支角色就非常的吃队友跟吃自己的手感啦。我自己是觉得说，你要玩血鬼的话，一定要天天练。像我自己可能2天或是3天没有碰吸血鬼这支角色，我觉得玩得非常的生疏，超级容易卡墙的，就很尴尬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今天要玩血鬼去雷路人的话呢，请你一定要做好那一种随时会被队友挂网的准备。以上大概就是这次的影片内容，我是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些内容之后对你们的血鬼有没有帮助，因为光用讲的我就知道这影片应该会剪得蛮长的，像手诀还有僵局上的处理我就没有提，主要还是怕影片会做得太长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听。如果各位想的话呢，之后有机会我再来做看。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这些内容对你的血鬼有帮助。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那样子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拜。